秋月呀，你可真是糊涂。国公爷，孟姨娘我可以交给你处置，也可以交给金兆尹来处置，或者你希望我继续查下去都可以。我的要求只有一个，云珠还是这府上的三姑娘，但既然泱泱不上族谱，那云珠也从族谱上划掉吧。云珠，我们母女一场也算缘分，我珍惜你这些年在我身边的日子，只我如今精力不济，也没有心思再照料你。往后我也祝你前程似锦。母亲，母亲，你不要我了吗？我累了，扶我回去休息吧。母亲。兰氏没有回头，连脚步都没有顿一下，将孟姨娘送回院子看着她。父亲打算何时去办族谱之事？盛国公脸色极其难看，他习惯了掌控一切的感觉，这是头一次他被自己深信不疑的妻子跟器重的儿子给联手摆了一道。你大婚之后新府上族谱之时，我会让族老一并办理。珠珠放心，你永远是咱们国公府的姑娘，有祖母在，不会让人欺负你的。哎呀，可怜劲儿的，时候也不早了，早些回去休息啊。盛云珠立刻感动地扶住了李老夫人，跟着一起出去了。走到门外时，他隐晦地转头看了陆泱泱一眼，眼底划过一抹冷芒。既然他们一定要这么对他，就别怪他不客气了。抱歉泱泱，大哥原本是想将云珠送出去，再说动父亲恢复你的身份，但母亲说将来你不在盛家，回去会更自由些。大哥能留在京城的时间不多，没法照顾你。这些银票你拿着，回头我让人再送一些给你。我在京城这段时间，你有什么事都可以来找我。陆泱泱惊讶地看着怀中的银票，不得不说，这见面礼简直是送到了陆泱泱的心坎里啊。他最缺什么？他缺钱呀。谢谢。时候不早了，快些回去吧。夫人，孟姨娘的事情，当初她那孩子怀相不太好，还是您得请太医过去看的。她是国公。夫人，你放心，他不会过来的。他现在恨我还来不及。慧心，我不是真的傻，我只是习惯了。我习惯了在家里当个快乐无忧的幼女，成亲之后再当一个糊涂一点的妻子。从当年他不肯立刻派人去找孩子开始，我其实就什么都知道了。我知道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不想改变，如果不是病了这么一遭，如果不是一次次听到他从前过得怎样，如果不是撕开了表面这些虚伪的伪装，我大概依然会继续欺骗自己，继续粉饰太平，继续得过且过。如果他没有那么优秀，我甚至可能会对他失望，会不自觉地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他。慧心，他是我的亲生骨肉，连我都这么伤害他，他该有多失望。夫人，您要好好保重自己呀，您得打起精神来，才能为姑娘筹谋呀。若不然，你说的对，我是要打起精神来，哪怕时间不多了，我也得撑住，尽量的给他多铺一点路。第二日，桂嬷嬷就请了沈嬷嬷过去，带了一大堆的东西回来。啊，怎么又要做衣服啊？姑娘有所不知，这几日是承恩公府夫人寿宴，
夫人想要带你过去，可不是要好好打扮打扮。承恩公府的寿宴，我去做什么？姑娘还记得苏公子吗？承恩宫夫人是苏公子的祖母，上次姑娘给苏公子治伤，苏府还上门送了谢礼。这次寿宴，苏府一定会特地给姑娘下帖子，不好推拒。行吧，那个孟姨娘怎么样了？今日一早，孟姨娘就被送出了府，说是送到乡下的庄子上去了。就这，谋害主母，就这么轻飘飘的打发到庄子上就算了？陆泱泱觉得这个圣国公比他想象中的还叫人恶心。几日后，承恩公府夫人寿宴，兰氏有段时间没出来交际，众人见到他都十分的热情，尤其是很快就是圣国公府世子的婚事。而圣国公府除了那位优秀的世子之外，还有一个适龄的二公子。大伯母是不是想找机会把你嫁出去？这才这么积极的要把你介绍给那些夫人们？我才13岁，怎么可能这么早嫁出去啊？更何况他们客气都是因为夫人，跟我也没多大的关系。若是叫他们知道了我的真面目，怕是唯恐避之不及。你别这么说，那是他们不了解你，他们若是了解，自然会知道你有多厉害。若真有人看不上你，那也是他们有眼无珠。你说的没错，若真如此，那确实是他们有眼无珠。我可不是任由他们挑挑拣拣的人。一个乡间野丫头也敢如此大言不惭？猪猪，你们家什么时候来的这种打秋风的穷亲戚啊？不拿着镜子照一照，自己配不配来参加承恩公府的宴会？真是笑死个人了。离端县主，泱泱是我们圣国公府的人，也是承恩公府亲自给他下的帖子，他如何不能来？盛小四，你在跟谁说话呢？猪猪刚已经说了，他就是兰夫人的一表3000里的远房亲戚，称他一声表姑娘，那是抬举他。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还真把自己当成国公府表小姐。这承恩公府的宴会是他能来的地方吗？你敢说我说的不对？然而他这话一出，众人的表情瞬间就变得一言难尽起来，尤其是盛云珠。县主误会我的意思了，泱泱是母亲十分看重的人，才会带来宴会。我只是说，泱泱从前吃了不少苦，母亲才会格外的心疼她几分。刚不是你说的你没跟你母亲一起，是因为你母亲带着这个从乡下来的土丫头才会忽略你，我是在替你打抱不平。盛云珠恨不能捂住他的嘴，让他别说了。真的，我表姐说的又没错，这个陆泱泱确实是从乡下来的，不仅长得丑，还野蛮的要命。上次我去外祖母家中做客，还被他推了一把，到现在伤还没好呢。表姐，你让着他做什么呀？他不就是仗着大舅母喜欢他，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现在都欺负到你的头上来了，不给他一点教训，他还真把自己当成国公府的小姐了。慧表妹，别这么说，不管怎么说，泱泱都是我的妹妹，我希望你不要误会她。他一个外人都要骑到你头上，你要是不好意思教训他，我来替你教训他。我最看不惯这种旧战雀巢的东西了。来人，别，你怕什么啊？有什么事情本县主担着呢？况且六表姐在这儿，你有什么好怕的？被突然拉入战局的六公主懵了一下。太子前些日子还找了陆泱泱给他针灸，不知道是不是被这土包子给迷惑了。但太子肯定会给陆泱泱撑腰的，六公主可不敢招他。你们要闹就闹，本公主可不参与。离端县主不可置信地看了他一眼，但也没放在心上，继续雄赳赳气昂昂的要替盛云珠打抱不平。来人啊，给我把这个野丫头给按住！听到离端县主的吩咐，两个丫鬟立刻走上前，想要按住陆泱泱。陆泱泱抬起脚，一脚一个，直接将人给踹到了草丛里。盛云珠，你听到他刚才说什么了吗？他说要教训一下鸠占鹊巢的东西。对啊，是我说的。盛云珠，你说要不要我告诉他们，究竟谁才是鸠占鹊巢？泱泱妹妹，县主，还请县主息怒，刚刚是我表达的方式不对，让县主误会了。泱泱是我们府上的贵客，绝不是什么鸠占鹊巢。
我给县主道歉，也给泱泱妹妹道歉，希望泱泱妹妹能原谅我的无心之失。那圣三姑娘，往后可要记得说话注意一点，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都记清楚了。要是记不清楚的话，我可不保证我会不小心说出点什么来。我们走，有些地方是真的吵，不知道是不是鸭子比较多。你说的对，可不就是跟鸭子一样嘎嘎嘎的。我好心帮你，你插我台，以后你给我等着。离端县主气冲冲地走了，盛云珠再怎么想维持脸上的表情，此时也有些挂不住。我跟你说，整个京城世界的姑娘们加一起，有3个人最是讨厌。头2个你上次在马球场已经见到了，就是那个傲慢不讲理，见什么东西都想抢的六公主，她是萧贵妃收养的女儿，生母据说只是一个低阶的嫔妃。然后就是程书锦那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蠢货，仗着程大将军深受陛下信任，他在京中也是横着走的。据说他看上了3殿下，所以一直把六公主当祖宗一样捧着。可惜六公主啊，就是把他当猴耍。你怎么什么都知道？他是真的震惊了。盛云娇也整日不出门，怎么连这种八卦都知道？还有，你没发现盛云珠也跟六公主挤在一块儿吗？那是因为盛云珠跟3殿下有点猫腻，有一回宴会被我给看见了。陆泱泱无语，盛云珠跟3殿下有点猫腻，这个他倒是有点猜测。毕竟梦中盛云珠就是嫁给了3殿下。再说最后一个，那个孔雀就是离端县主，她是长公主的幼女，年纪跟你差不多大，名字叫宗离端。陆泱泱惊讶地看着盛云娇，他就是再不了解京城，也知道当今大昭皇族是宗室。这离端县主是长公主的幼女，又怎么会随母姓？长公主从前有位驸马，大概20年前，崇文太子去北燕为质，有一批文官随行，其中就有当时的新科状元薄大人，也是长公主的驸马。薄驸马一去未归，长公主独自生下长子，此后多年一直未曾改嫁，但是却在大概13年前生下了一名幼女，就是离端县主。由于使要参长公主私德有亏，长公主干脆抱着女儿上了金銮殿，大闹了一场。最后非但没有受到任何苛责，反而逼着陛下扔了这位外甥女随母姓，入宗室族谱，册封了一个县主。离端县主自幼备受宠爱，性格就有些说不上讨厌，就是脑子不好使，莽得很，一根筋不会拐弯。总之以后你见到他离远一点，鬼知道他会什么时候突然犯轴。盛云娇趴在陆泱泱的肩上，一边小嘴巴巴地给陆泱泱吐槽，一边耳聪目明地观察着周围的情况。呀，怎么了？你看那不是若雪姐姐和3殿下吗？我的天哪，若雪姐姐可真的是不一般呀，她的鱼塘什么时候连3殿下都扒拉上了？什么是鱼塘？我随口说说哈，就是若雪姐姐吧，喜欢她的公子哥实在是太多了。若雪姐姐呢，你是说她同时周旋在他们中间吗？我可真没这么说啊，就是那些公子都喜欢若雪姐姐罢了，连3哥和4哥都非常倾慕她，时常托我给若雪姐姐带他们写的酸诗呢。若雪姐姐可看不上他们，满京城的公子哥得有1半都把若雪姐姐封为女神。那他们还挺有眼光的。泱泱，我就知道你不一样，很多女子都不喜欢若雪姐姐的做派，觉得她分明就是那些人追捧若雪姐姐嘛。若雪姐姐又没有答应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若雪姐姐说了，找男人呢，不光要看家世，还要看对方是不是对你死心塌地。她若不挑一挑，怎么知道那些男人怎么样呢？陆泱泱不懂，但是她大受震撼。她从前虽然跟村里的姑娘们也有来往，但婚嫁之事对她一个小孩子来说还是有点远了。泱泱，难不成你对你未来的夫君如何
就没有一点想法吗？陆泱泱一脸茫然的摇摇头。夫君是什么玩意儿？不好了，出事了，死人了！也不知道出什么事情了，快点，我们也去看看。陆泱泱被他硬拽着跟了上去。很快，一行人就到了一处客院中。我说了我不知道，你到底什么意思啊？我就是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他怎么死的？我就是跟着沙二哥过来，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连他什么时候来的都不知道。冯清瑶死了关我什么事？我跟他又不熟，难不成还是我杀了他不成？你们有完没完？陆泱泱转头看向盛云娇，盛云娇更是惊得目瞪口呆。瑶儿，我的儿啊！阿曲，你这是怎么了？到底出了什么事？应大人，不知是出了何事。陆泱泱赶紧看了盛云娇一眼。盛云娇此时还有些懵，但跟陆泱泱已经默契十足，立马明白了陆泱泱的意思。大理寺少妻应徐冯清瑶，户部冯尚书的嫡次孙女，这事儿麻烦了。陆泱泱懂了，二品大员的嫡孙女傅燕惨死在承恩公府，这事儿要是不查清楚，就算承恩公府有太后撑腰，也不可能善了。诸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承恩公府为此深表歉意，还请大家先移步宴厅。这里有应大人在，必会将事情查清楚。应大人，此事承恩公府便托由大人调查了，世子待会儿会过来，大人有何需要，请尽管吩咐。夫人放心，下官定会将此事查清楚。跑一趟大理寺，叫人过来先将涉案人员带回去。你要带走我女儿，她都这样了，你还要带她去大理寺？你想干什么？冯姑娘的死尚有疑点，需要带回去调查。疑点？有什么疑点？我告诉你，我不管你怎么查，出现在这屋子里的人一个都跑不掉。就算闹到陛下那里，我也要凶手为我女儿偿命。你们不能将我儿子带走。应大人，你看到了，我儿子他腿伤成这样，险些废了，怎么可能跟他有关？这里是承恩公府，你儿子人就在这里，不是他还能是谁？你们承恩公府简直欺人太甚！来人，带上姑娘，我们走。我姑娘云英未嫁，我绝不允许她在死后还遭受侮辱。夫人放心，二夫人已经去请几位爷过来了。听到这个，冯家三少夫人一下子底气足了起来。今天你们谁都休想碰我儿一下！三少夫人，此事确有疑点，总不能让冯姑娘含冤而死，还请夫人配合，让大理寺将此事查清楚。他说的也没错啊，我过来的时候就是看见了苏凤曲跟冯清瑶这副模样了，还有什么疑点？反正没我的事儿，那我走了。县主且慢，苏公子腿受了伤，所以并不能断定此事是苏公子所为，所以还需要县主留下，一同前往大理寺。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难不成还是我干的？我干他需要费这么大劲儿吗？你凭什么不让我走？还要去大理寺？我才不去呢。冯姑娘是怎么死的，需要验尸方能知晓。在此之前，不只是出现在凶案现场的人有嫌疑，是今日整个承恩公府的宾客都有嫌疑，包括本官。夫人，若想还冯姑娘一个公道，及时找出凶手，还请夫人配合。验尸？你要验我女儿的尸？你做梦！太子殿下到，冯尚书到，承恩公府世子到。父亲，你要为瑶娘做主啊！她今年刚刚要及笄，还没有来得及说人家，她就这么被人给糟蹋了。我同殿下在议事，听到下人传话，便一同赶了过来。你且先冷静一下，有我在，定不会让瑶娘白死。应大人，还请如实相告，发生了何事？回禀殿下，冯大人，下官今日受邀来承恩公府参加寿宴，大概51刻接到消息出了命案，即刻赶过来，用了不到半刻钟。进来时冯姑娘已经惨死，
现场至今没有动过，在场的只有苏公子、冯姑娘、离端县主跟圣儿公子，除了报信的丫鬟，并未发现其他人。殿下，此案并不复杂，只是有一点需要查明冯姑娘的死因，请允许下官将冯姑娘的尸身带回大理寺查验。太子没有说话，看向了冯尚书。冯尚书眉心紧蹙。父亲，娘娘已经这样可怜了，我跟三爷只这一个女儿啊，父亲，求求您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们把杨娘带走啊！杨娘走的已经不安稳了，若再受此折辱，儿媳也没有颜面活下去了。还请殿下可怜可怜老臣白发人送黑发人吧。这孩子走的痛苦，老臣实在不忍他再受委屈，请殿下允许老臣将这孩子带回去安葬吧。殿下，冯大人，若不查明冯姑娘的死因，就没有办法还她公道。现在不止在凶案现场的3人有嫌疑，这府中宾客都有嫌疑。一旦将冯姑娘送走，丢失了线索，很可能就抓不到真正的凶手，无法为冯姑娘伸冤。你说谁是嫌疑人呢？我不是，跟我没关系。李端，不要胡闹。既然你出现在现场，你的嫌疑就没有办法被排除。你要做的是配合应大人，查清楚真相，解除你自己的嫌疑。太子看向离端县主，离端县主气得跺了跺脚。表哥！太子给了他一记警告的眼神，离端县主只得闭了嘴。二哥，离端还是个小姑娘，碰上这种事应当只是意外。不如让她先回去，到时候让大理寺上门问话便是。对，我……离端县主张口就要替自己辩解，但是触及到太子的眼神，他又怂怂地憋了回去，嘴巴翘得老高。配合大理寺查案，是所有大昭子民的义务。三殿下眼神晦暗，冯尚书则是冷汗津津，事情一时间陷入了僵局。我可以帮忙看一看冯姑娘的死因。殿下，我同你讲过，我从前帮人验过时略懂一些。我是个女子，又尚且年幼，应当不会影响冯姑娘的声誉。能不能让我看一看？若是能找到她真正的死因，或许能早点破案。冯大人，姑理解你此时的心情。这位陆姑娘帮姑针灸过一段时间，医术了得，许是能帮上忙。姑给大人一点时间考虑，稍后再做决定也不迟。多谢殿下体谅。丁大人，姑今日既然遇到这件事，便不能就此结果，传令下去。今日所有在场宾客，包括府中下人，没有姑的命令，一律不许离开。既然现场最先发现冯姑娘的3个人嫌疑最大，便从他们3个人开始，着人过来，现场记录口供。应询瞬间明白了太子的意思，若能证明此案确实疑点重重，或许能说服冯尚书同意验尸。苏公子，请问冯姑娘为何会在你房中？若本官没记错的话，今日宴会，女眷在中院宴客的园子里，距离这里最近应当有1刻钟左右的时间。若是绕路的话，应该还要再加上半刻钟到1刻钟，也就是将近2刻钟的路程。冯姑娘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啊？你提前约了她吗？还是她主动来找的你？不可能，我女儿不可能主动找她的。夫人请稍等，不要随意妨碍本官问话。我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没约她，我跟她也不熟，我听说过她的名字，还是有一次母亲同我提过呢，问我喜欢什么样的姑娘，有意与冯家结亲，原本是打算趁着祖母寿宴让我见一见的，可我最近伤了腿，心情烦躁，压根没有想起过这件事儿，我又怎么可能约她呀？我承认我风评是不怎么样，若是我好端端的，我可能就真的约她了，但我现在伤成这样，我烦得要命，我约她做什么？让人看我的笑话吗？我就在这房间里，不知道怎么睡着了，我醒来的时候，我在地上，是被她的尖叫声给吓醒的，
然后就看见了冯姑娘。苏逢曲指着离端县主，他声音太大，我是被他吵醒的，当时盛君义也在。对，是有这么回事儿。原本我是十分属意冯姑娘，觉得她温柔娴静，跟我们家阿曲的性子许是能互补一番，所以有意找机会跟冯家提一提。但还没来得及，就出了上回马球场的事儿。这段日子我们都操心着阿曲的腿，哪还有心思想别的。阿曲的腿都伤成这样了，这个太医能作证的呀，不可能是他。他平时是胡闹了点，但如今也万万不能啊。盛公子，你呢？你来此地做什么？是来找苏公子的吗？什么时候到的？到了之后都看到了什么？有看到苏公子行凶吗？你跟离端县主是谁先到的这个房间？我跟他是差不多同时到的，因为在路上我们有些争执，我甩不开他，只能让他跟着。结果一推开门，就看到里边一片狼藉，冯姑娘已经没了声息，苏公子也躺在一旁。我不方便多看，便抓了条软塌伤的毯子，先盖住了冯姑娘。盛公子还没有回答，为何要来此地？我路过。你约了盛公子吗？我约他做什么？我看见他就烦。盛公子，据本官所知，西院招待客人是在灵竹涧，中间隔了一个花园，进来才是休息的客室。若是午后公子不胜酒力，过来休息倒是寻常。尚未到宴席时间，公子怎会刻意路过客室呢？是来找什么人吗？盛君义这个借口给得十分牵强，倒显得他嫌疑最重。好啊，我就说呢，我一睁眼就先看见你这个二狐狸，该不会是你私底下约他见面，弄死了人专门扛过来嫁祸给我的吧？你居心何在啊？闭嘴！盛君义听到苏逢曲提到那些人背地里给他取的绰号，一时恼怒，脸色都有些涨红。我跟冯姑娘素不相识，我怎么可能杀了她？你不认识？哼，你可真能装啊！谁不知道你那个三妹妹跟冯姑娘相熟？听说冯姑娘之前还悄悄托人给你送过手帕香囊，你装什么装呢？哦，该不会是你跟这个冯姑娘私底下私相授受，怕被人撞见，你直接一把把她给掐死了吧？你还想栽赃我？住口！这一沉喝是冯尚书发出的。触及到冯尚书的眼神，苏逢曲也有点怂，只能瘪瘪嘴不说话了。我跟冯姑娘并无关系，她虽与佳妹相熟，但我与她并无往来，这一点佳妹可以作证。方才我不说，只是为了冯姑娘的名声着想，更没有什么私底下收礼物的事情。盛君义这么说，倒是让刚刚那句话更令人信服了一些。只是两个人都说与冯姑娘并不相熟，也没有私底下的联系，那非但不能洗脱两人的嫌疑，反而让案子一时陷入了僵局。太子看了冯尚书一眼，冯尚书沉痛地闭了下眼睛，轻叹了口气：拜托陆姑娘帮我家姚娘看一看，找出真相，也好叫她安安心心的走。知姑娘家无论身前身后，名声最是重要，还望姑娘答应就在一旁的房间里查看，让她母亲跟着，切勿轻扰了她呀。我会尽力的。陆泱泱在这边忙着检查尸体，另外一边负责查案的应寻也没有闲着。苏公子，这个纸包之中是什么样？为何会在你的床榻上？苏逢曲看到那个纸包，不知想到了什么，随即瞪大了眼睛，眼皮狠狠地跳了跳。我苏公子若是不方便说的话，本官也可以拿去太医院去查验。我不知道，别人给我的，我也没打算用。我说了，我什么都不知道。哎，那不是吴三给的吹一香吗？应寻朝着说话的人看去，其余听懂了这个名字的人也跟着面色古怪。应寻将说话的人以及他口中的吴三给叫了过来。这药是你给苏公子的吗？什么时候给的？为什么要给他这个？就是兄弟之间随便玩玩嘛。应大人，我这送人东西也不犯法吧？
那个苏兄，我只想教训个姑娘，我就送她这包药，别的我不知道啊。我说了，我没想要用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它怎么会出现在床上的，你还要我说多少遍呢？吴三是给了他一包药，他也心知肚明那包药是干嘛用的。可别说他现在腿都瘸了用不了，就算是他腿好好的，他也不可能真的用这个东西去对付陆泱泱。苏公子，我劝你还是把你该说了都说出来，不然的话，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恐怕很难洗脱嫌疑。那间的床上有女子被侵犯过的痕迹，盛公子跟离端县主是同时，并且是后赶到这个房间来的，没有作案时间。你说什么？不可能，绝对不是我没做过。你们到底要我说多少遍？不是我。娘相信你，娘相信你，你冷静一点，千万别伤到自己啊！应大人，既然已经确定了苏公子的嫌疑最大，本官觉得还是将他带回大理寺审理为好。下官冯素见过太子殿下，见过父亲，还请殿下务必为小女做主。有应大人在，会将此案查清的。那敢问应大人，既然已经抓到了嫌疑人，为何不将人带回大理寺审理？回冯侍郎，此案尚有疑点，在将疑点查清楚之前，不好随意将人带走。冯侍郎，应大人说的对，现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呢，你们不能将阿曲带走。那承恩宫夫人倒是解释一下，贵府的小公子拿着那包伤天害理的药是做了什么？哼，以本官看，案子已经再清晰不过。这苏公子说着是腿上有伤，但谁知道是不是装的？他用掉了这包药，这房间里只有他，除了他还能有谁？承恩宫夫人不肯让大理寺将人带走，难不成是想包庇他不成？哼！我孙儿的伤是太医亲自看过的，当时太子殿下也在，你是在质疑太医，还是在质疑殿下？下官自然不可能质疑殿下，只不过大理寺办案如此线索清晰的情况下，却不将嫌疑人带走，这让下官不得不质疑大理寺的办案能力。恳请殿下让刑部接手此案，作为死者家属，下官可以申请回避。不可，万万不可！殿下，陆姑娘那边还没有结果，还请殿下容许等陆姑娘查出死因再做决定。殿下，小女上门做客，却出了这等祸事，还请殿下允许刑部处理此案，还小女一个公道。殿下，老臣也恳请殿下开恩，允许刑部来审理此案。顾方才已经说过，此案交由大理寺，顾理解两位大人的心情，但给此案盖棺定论，还为时尚早。听到太子的话，承恩宫夫人跟苏世子悄悄地松了口气，但仍旧心慌不已。承恩公府一家子都十分溺爱苏逢曲，也知道苏逢曲平日里没少跟着那群狐朋狗友瞎混。阿曲呀，你有什么话都老老实实跟应大人交代，祖母相信你。我说了，我就是坐在这儿等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醒来我就在这儿了，我根本没有去过床上，我一点记忆都没有，更没见过什么冯姑娘。他有些语无伦次，整个人像是要彻底崩掉。你说你在这里等人，你在等谁？方才吴三说将这包药给你，是因为你想教训个姑娘。这个你想教训的姑娘又是谁？你打算怎么教训她？是拿了这包药之后给她服下吗？她来了没有？你把药下在了哪里？我没有，我没想下药，我没下药。苏公子，你若是答不上来，本官可要将你送到大理寺去审理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等的人应该是我，想教训的人也是我。苏逢曲愣住，慌乱地看着陆泱泱，又急忙低下头，似乎是想要回避陆泱泱的眼神。我可以给苏逢曲作证，凶手不是他。所有人都被陆泱泱的话给吸引了目光，齐刷刷地朝着他看过来，就连应寻也略微有些诧异。我看过冯姑娘的尸体，身体基本已经僵硬，瘢痕明显，
并且已经开始有轻微的气味产生。也就是说，冯姑娘已经死了有1个时辰到1个半时辰。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今日的宴席是辰时末开始入园，到4时陆续有客人来，5时2刻开始入席，到5时正开席。现在的时辰大概是5时正1刻左右。从我们发现冯姑娘开始到现在，过去了将近半个时辰。苏逢曲让丫鬟去找我的时间大概是4时正2刻。冯姑娘死去的时辰至少是在4时2刻到4时正。丫鬟从西院去找我，路上也要用掉将近1刻钟，也就是她吩咐丫鬟去找我的时间应该是在4时正1刻左右。丫鬟告诉我，她离开之前几位公子还跟苏逢曲在一起，而那时冯姑娘已经死了，她没有作案时间。如果死亡时间无误，那苏公子根本没有作案时间。哪怕冯姑娘的死亡时间往后推一点，当时苏公子也有人证在。你们是什么时候跟苏公子分开的？不太记得了。我记得，就是在4时正2刻左右。我们起哄让苏兄去给陆姑娘一点教训，苏兄十分不耐烦，还把我们都赶走了。我们出了门之后还在一起讨论了。哦，对了，我们大概是4时2刻就陆续来这边了，跟苏兄一起待了大概有1个时辰。这就对上了。至少能够证明的一点是，苏逢曲确实没有作案时间。我就说不可能是我妈阿曲，不可能是她。这个时间是你说的，你又是什么人？你凭什么来认定这个时间？如果死亡时间是在1个时辰之内呢？那苏家小儿的嫌疑还能排除吗？还有，你所说的死亡时辰是根据正常情况判断，那如今天气炎热，是不是也会有一定影响？你考虑过吗？凭什么来断定姚娘已经死了1个时辰以上？冯大人，陆姑娘是殿下钦点的人，如果冯大人不相信陆姑娘，下官可以去请大理寺专门的仵作过来。不要，夫君，姚娘已经去了，你舍得她再受欺辱吗？我刚刚说的只是其一，我只说了冯姑娘的死亡时间，还没有说她的死因。她是被人捂住嘴，从外面拖进房间，挣扎中窒息而死。她身上只有几处伤痕是生前造成的，其余脖子上、身上的多处淤青都是死后被故意掐的。另外有一点是，她的脚后跟有淤青，应该是在被拖动的时候用力蹬地造成的。苏逢曲的腿伤是我治的，有太医院太医作证，当时在场的许多人都可以作证。2个月内他都下不了床，更不用说剧烈运动，再把人从外面拖进来了。即便是他找小厮做的，也没有必要找人把冯姑娘捂死以后再拖进房间。若照你这么说，那屋子里的痕迹和药包作何解释？陆泱泱轻蹙了下眉心，他并不知道什么痕迹和药包的事情。应寻快速地跟他解释了一下在内室的床上发现的痕迹。说完之后，看到陆泱泱愣住，他突然间反应过来，陆泱泱还只是个10多岁的小姑娘，她必然不懂这些。除此之外，你还有别的发现吗？我虽然不懂查案，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事后为了嫁祸给苏逢曲做的吧。因为冯姑娘并没有被侵犯，但是她身上却出现了被侵犯的痕迹，就是我刚才说的死后被掐出来的伤，以及抹在她衣服上的东西。陆泱泱说完，还给了应寻一个你懂得的眼神。应寻瞬间明白过来他最后那句话的意思，一向没什么波澜的脸色都出现了丝丝裂痕。敢问夫人，是何时带冯姑娘入府的？大约是辰时末到的外门，姚娘跟几个相熟的小姐妹，应当是41刻左右便去了花园玩耍。如此，案子已经差不多清晰了。冯姑娘在花园跟姑娘们待在一处，应当是受到了邀请，或者是有人约了她才会来了这边，然后被歹人所害。那人担心事情暴露，不好处置冯姑娘的尸体，再然后或许是早有准备，又或者是临时起意，
便迷晕了苏公子，将冯姑娘搬到了苏公子的房间，将此事嫁祸给苏公子。凶手还在园子里，接下来就劳烦承恩宫夫人跟世子请男客和女客以及带来的下人分别聚集，以便找出凶手了。应大人请放心，今日查清凶手之前，绝不会让任何有嫌疑的人离开。应询又看向太子，太子则是看了冯尚书一眼。老臣无异议，只希望能够尽快找出凶手，还姚娘一个公道。如此甚好，故今日无事，便随冯尚书一起等上一等，早些找出凶手。应大人，冯姑娘的死因是窒息而死，巧的是今日冯姑娘上了妆，凶手拖拽她走的时候大概是用了力气，在脸上留下了指痕，虽然不太清晰，但是依稀能辨别。你可以根据这个来排查凶手，应该能快上不少。哦，还有，冯姑娘身上是带了香囊的，我看到香囊破了，估计凶手身上也有可能沾上香薰。冯姑娘的鞋底有一点湿土，衣服的料子因为轻薄有刮破的痕迹，还可以去这个科院周围找一找，应该会有拖拽的痕迹没有清理干净，或许能找到冯姑娘被害死的第一现场，也许会有别的发现。姑娘今日真是帮了我大忙，今日实在是不太方便，改日我一定登门道谢。不用，我只是顺便。冯姑娘正值青春，不该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去。陆姑娘，我替姚娘谢谢你，往后你便是我的大恩人。夫人不用这么谢我，眼下还是快些找出凶手为好。冯家三少夫人点着头，没再说别的。倒是应询见到承恩宫夫人跟苏世子已经在安排众人离开，转身问盛君义：盛公子，苏公子这边的嫌疑是查清了，但本官还是要多问一句，盛公子来这里做什么？我是听见吴公子他们几人说苏公子要找陆表妹的麻烦，所以想过来看看，不想被离端县主给撞见，担心他误会才拖了他一会儿，后面实在是拖不开，只好过来了。听到这话，陆泱泱奇怪地看了他一眼，就凭盛君义第一次见面就敢找人对他下手，他永远不可能相信这个人的话。他扭头就走了。陆泱泱，凭什么又让你出尽了风头？陆泱泱朝着太子走过去，刚迈出脚步准备张口喊人，突然间想到了什么，转身就朝着停放冯清瑶尸体的房间里跑去。应询看到他的动作也立时反应过来，立刻招呼人：快封住整个院子。陆泱泱推开小隔间的门，果然看到被冯家三少夫人留着看守冯清瑶尸体的丫鬟此时已经晕了过去，窗户也被人打开，一个人影正在往外跑。董六，怎么是你？该不会……董少燕，你杀了冯姑娘？没有，不是我没有啊。冯大人，下官需要对比一下掌印。冯尚书点头应允。你还有什么话说？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喜欢他，可他根本就看不见我，我只是想跟他说说话，可他一看见我就要跑，我害怕他喊出声把人引过来，才想把他拖到房间去，我太害怕了，我不知道他会死啊，我真的不知道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是真的喜欢他，所有人都看不起我，只有他会温柔亲切地喊我表哥，可为什么他还是对我闭口不提呢？畜生，你这个畜生！带回去，好好审理。衙役将已经吓得失禁的董少燕给带走了。陆泱泱看着董少燕被拖走的方向，正要转身，却见拐弯之时，董少燕的眼睛很无意的朝着人群中看了一眼。杜姑娘，又要再谢你一次了。若不是你，今日这案子怕是没那么快结束。改日有时间，定要约姑娘好好聊一聊，还请陆姑娘赏脸。没事儿，我就是跟你说完那话之后突然想起来了，
凶手要是在现场的话，说不定会去确认一下，或者想要趁机毁坏证据。院子里都是人，即便我没有反应过来，他做贼心虚也会引起注意的。我也就是猜测罢了。陆姑娘谦虚了，今日之事都多亏了陆姑娘，改日一定当面道谢。应寻抓到了人，还要抓紧时间去审案子，只得恋恋不舍地跟陆泱泱告辞。想什么呢？泱泱，你今天可真是太厉害了！不行了，我饿死了。哎呀，我们可以吃饭了吗？啊，你这都没能忘了吃饭啊？刚刚你都不害怕吗？你不知县主过来有何贵干？本县主一向知恩图报，所以我就是来报恩的。从今天开始，你们跟我混。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你聋啊？我说陆泱泱，以后我罩的。你罩的？泱泱还有你罩？你可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行吗？盛小四，你敢这么跟本县主说话？你信不信本县主现在就让人抽你的嘴？郑云娇的白眼差点翻到天上去，她确实是有点忌讳离端县主这个容易犯轴的一根筋，但是都是在圈里混的，谁不知道谁呀？离端县主就是雷声大雨点小，虚张声势的多。请问县主有何贵干？我们结拜为姐妹吧，往后义结金兰，姐妹同心。县主，我没有跟人结拜为姐妹的打算。什么？你竟然不同意？你怎么能不同意呢？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舅舅是皇帝，我跟你结拜为姐妹45入，以后皇帝就是你舅舅，你竟然拒绝我。不是，县主，你给陛下找外甥女的事情，经过他同意了吗？是我结拜姐妹啊，为什么要让皇帝舅舅同意？他老人家喜当舅多好的事儿，这还有嫌多的？盛云娇无语，哼，打扰了，算他多嘴。他早知道离端县主这脑回路异于常人，今天彻底见识到。陆泱泱，你听见了没有啊？我不同意啊！离端县主小嘴一撇，有点不爽，还有点委屈。县主，您跟陆姑娘刚刚认识，彼此还不了解，不如你们先做朋友，这往后也能做好姐妹啊。对，那好吧，从今儿个起，本县主宣布，陆泱泱就是本县主的朋友了。陆泱泱一言难尽地看了他一眼，这人自说自话是有点本事在身上的。县主，你今日怎么会跟我二哥在一起？你以前不是总嫌弃他穿的一身风骚，还比你漂亮，看他很不顺眼吗？你今天缠着他做什么？离端县主大概是没想到盛云娇会突然这么问他，陡然瞪大了眼睛，脸上竟是泛起了一抹俏红。你不会看上我二哥吧？怎么可能？你说什么？我看上他？不是我二哥，你那么激动干什么？本县主又不是瞎，我看上他？确实，对吧？本县主别的不说，看男人的眼光可不会错的。就上海狐狸那个人，自恋又没风度，谁嫁给他谁倒霉。那你缠着他干嘛？我那不是听说姚哥哥回来了吗？我本来是想找盛元珠打听的，谁知道他那么不识好歹，明明是他一脸苦相的说，因为陆泱泱来了盛国公府，兰夫人偏爱泱泱，你也喜欢泱泱，孤立他。我好心替他出气，他竟然插我台，我气都要气死了。那叫茶里茶气，我管他什么茶呢？敢戏弄本县主，回头我让他好看。不对，等等，你刚刚说什么？你想跟盛云珠打听什么？姚哥哥，我大哥，你想打听我大哥的消息？因为没从盛云珠那里打听到，所以跑去缠着我二哥，就是为了打听我大哥的消息。盛云娇再一次被惊得傻掉了，这搞了半天，吃瓜还是吃回自己家。你不是吧？你好端端的打听我大哥做什么？我大哥下个月就要成亲了，你就是对他有意思也没用。我又没想怎么样，
就是之前姚哥哥救过我嘛，我一直想要找机会报答他，可是他一走就是5年，我都没见过他一次。我知道他要成亲了，我就是想要单独送他点东西，跟他表达一下感谢。盛小四，求求，不然你帮帮我啊！我什么都没听到。你大哥就是救过你，也是顺便呀。他8成都不记得这个事情了，而且5年前你才多大呀？他兴许都不记得你是谁了。你还是别报答了，省得麻烦。我不管，你要是也不帮我，那我就亲自去你们家，我去找泱泱玩。反正我们现在是好朋友，再不然我就说是去找你的。我每天去，我就不信我碰不到人。盛云娇无比后悔开了这个口，他怀疑离端县主不是跑来跟泱泱交朋友的，他是过来随时准备搞事儿的。突然之间，一枚暗器划破空气，冲着陆泱泱的后脑勺飞撞了过去。砰的一声，有什么东西被生生打歪了轨迹，嗖的一下没入了小厅的柱子上。娇娇，娇娇，没事儿了，不用怕。别怕，没事儿了。县主，你还好吗？我不好，我能好吗？跟天杀的那个真雄心豹子胆，敢于寻死姑奶奶，我要去考证，我要去找舅舅，别让我抓到那人，我要让舅舅诛那个该死的舅舅舅祖。口吐芬芳，看来是还行。殿下，行刺的人找到了吗？没有，行刺的地方是百宴的花园，人多客杂，属下亲自去检查过附近，只看到其中一棵树下有几个女子的脚印，跟2片揉烂了树叶，会不会是有人针对陆姑娘？接着查，把今日所有去过承恩公府的人都查一遍。今日长安国府的事情，我大概找人了解了一下。我久不在京城，京中许多事情并不太清楚，但那位冯姑娘的死应该不是意外，而是有人刻意为之。后来那场刺杀也有可能跟你无意间破坏了别人的布局有关，我会派人去打听一下，如果有消息再跟你说。晚点我会调几个护卫过来，在你院子附近守着，以防万一啊。但我同你说这些也不是要责怪你插手这件事儿，你有能力去做一些事情，这是好事儿，我觉得很骄傲。只是京中这个地方处处都是利益牵扯，有时候不是你做错了什么，而是这个世道如此，所以千万要懂得保护自己。国公府暂时不能成为你的后盾，但我可以。所以洋洋，你也不用怕，想做什么就去做，出了事大哥帮你兜着。要是哪天京城待得不开心，就去边关找我。我知道了，谢谢。我先回去了，有空再过来看你。好。抱歉，顾没能帮你揪出来演戏上动手的人，但动手的人应该是个女子，你日后且要小心些。女子？你是怎么发现的？顾让人去查看了现场的位置，能够发射暗器的位置应该是在几棵树的附近。若要想避开所有人的视线，即便是真的被人看见了，也不会被怀疑被注意，只可能是在场的某一个女客，或者是穿着丫鬟服饰的人。只有这样，无论是站在花园里被人看见，还是路过，都不会被注意到。其二就是最早在那几棵树下发现的只有女子的脚印，应当是有人在那个位置专门踩过点。就为了杀我？是因为我破开今天冯姑娘的死因吗？你很聪明。是的，盛家大公子跟我说的，针对我的人应该是为了报复我今天乱了他们的局，但他也没有跟我细说。原来是阿瑶。你跟大公子很熟吗？他没有跟你说过，
他幼时曾经是郭的伴读吗？陆泱泱瞪大眼睛，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渊源。盛云娇竟然没有把这个八卦告诉他。有阿瑶在国公府，郭倒是能放心了。他的眼里最是揉不得沙子。放心什么？没什么，今日冯姑娘的死并非是偶然，是有人故意设局，想要拉承恩公府下水。冯姑娘确实死得冤枉，若不是你，也许没有人会还她一个公道。陆泱泱想起了那个董少燕，忙将自己当时以为是看花眼的事情跟太子说了。我看见他朝着人群中看了一眼，还以为是我眼花了。他杀了冯姑娘的事情，要么是被人挑拨，要么就是有人授意，所以你并非是眼花。冯尚书掌管户部，冯三兰要是刑部侍郎，但冯家并没有将姑娘嫁进皇家的打算，因此冯姑娘的亲事就格外的炙手可热，也会格外的惹眼。若今日冯姑娘的死成功的落在了苏冯曲的头上，那冯家跟太后一脉的仇就结定了。太后有个远房侄女，前不久刚刚生了个皇子。陆泱泱听着太子的这些话，简直目瞪口呆，跟听天书一样。可你才是太子啊！若果不是了呢？这两句随口而出的话让陆泱泱心头猛地一跳。他忘记了，在那个梦中，最终成为赢家的人并不是太子。3年后，他就会被废除太子之位，再之后，据说是死在了流放途中。1年后，原本没有回过京城的盛君瑶也会战死沙场。可如果改变了呢？若是改变了，是不是他们就不会死？殿下，我会治好你的腿的，一定会。好，我相信你。不过这话挑明了，太子便索性坦白地跟他说起了今日的事。父皇如今正值壮年，一时半会儿不会因为郭的腿废了就急着废了东宫，但朝堂早已开始闻风而动，有观望的，也有开始站队的。即便没有站队，也要保证将来有机会保全家族，全身而退。风起云涌之前，也是一番腥风血雨。等你日后进入太明书院，这些事你早晚是要接触到的。不论你选不选择，你身在局中都会成为棋子，要么你摆布别人，要么任人摆布。你想跳出棋局之外，就要有看透局面的本事，才能保全自己。京中有意跟冯家联姻的人不少，甚至是适龄的几位皇子，都想要得到冯家的助力。但冯家暂时没有站队的打算，所以在亲事上就会反复斟酌。苏家背后有太后做靠山，如今太后的一个远房侄女有了皇子，那利用苏家来拉拢朝臣，既不会十分明显，又能够准确地将利益捆绑在一起。并且若是太后想在冯家定亲之前下懿旨赐婚，冯家也无法拒绝，除非他们能够狠心不嫁女儿。所以如果顺利的话，冯姑娘死在苏家，不光破了太后的打算，也把苏家跟冯家搞成了死敌。冯家想要替女儿报仇，必然会咬死苏家，而苏冯曲如果冤死，苏家也不会善罢甘休。一旦两家乱起来，那背后的人无论想拉拢哪一方，都会有更多的可能了。聪明，有时候相安无事反而是最麻烦的，需要的就是先将一池子的水搅散，才好浑水摸鱼。冯家再如何坚定的不站队，一旦被人打了脸，往后可就不好说了。更何况这才只是个开始。哼，你知道这个事情就可以了，不必深究。今日他们动了手，没能伤到你，短时间内不会再轻易动手，以免露出马脚。不过你仍然需要防备，会有人借着这个机会浑水摸鱼的找你麻烦。我明白，就是原本看我不顺眼想要找我麻烦的人，说不定会趁着这个机会暗中对我动手，给我使绊子。知道了便小心些。需要帮你安排2个护卫吗？不用，我会保护好自己的，谢谢殿下好意了。他已经麻烦了殿下许多，怎么好再专门让他找人保护他？况且他日后总是要靠自己的，若没有本事在京城活下去，那他还谈什么改变命运？